social problems。好，来，首先，好，他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racial problem，right？ 对吧？对吧？对 ，racial problem 讲最多最长，对吧？所以主要有几个大问题，他就分大的小节再说。OK， 好，那我们来看 racial problem 好吗？好，为什么会有 racial problem？ 你看第二段，这是151嘛？对，第二段。好，他说 inequality in American society， 可现在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是为什么而来的？来，第一个是欧洲掌权，朱老师哪有？有啊，因为以前移民过来的时候，那些人都是被，是欧洲的国王啊，对不对？西班牙或是英国国王派过来说，哎，你来这里殖民有没有？所以来殖民的前提就是欧洲政府它还是掌权的啊，因为你来这边殖民的是我派过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以前欧洲掌权，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大批的移民来追求同化。然后美国的移民主要有哪一些？你觉得？你猜猜？你觉得？英国人有吧？那时候人被运过去。因为黑奴啊，他们其实是被运过去，很可怜。主要的移民，你先想现在啊，现在我们不要讲以前，现在你觉得主要的移民是哪一些？难民好像还好。你想地理上谁离他比较近，就比较多移民啊？谁？加拿大比较少。美国另外一边接的是谁？北边国土接加拿大，南边呢？对，所以墨西哥移民算是蛮大的。所以那时候川普选举的时候，才会说我要在美墨之间盖一道墙，有没有？盖一道高高的墙，不要让你的移民过来。OK， 所以现在的移民大部分就是墨西哥。早期有一股淘金热，是中国人很多移民的。OK， 那在更早期，我们讲历史的时候讲过，就是欧洲人的移民，对不对？那你移民到那里，你要追求同化啊，你希望能够变成当地的一份子 ，OK？ 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因为你希望被同化，表示你本来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本来是亚洲人，你过去那边可能白人比较多，你希望被同化，所以在这个同化过程之中，就会有一个是主流，一个是非主流，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可以吗？好，接下来163页，你往后看，他这边讲到一个 American Dreams，OK？ 什么是 American Dreams？ 美国梦。何谓美国梦？我们要看注释。好，我们来看注释，好不好？163页的注释，第5点 ，Notes 的第5点 ，The American Dream。好，美国梦是什么？念中文啊，来，美国梦在不同时期够。但基本含义是，只要起问头，加上个人运气，就可以在美国获得成功。好，这个是欧洲移民到美洲追求成功的理想。OK， 那一些人成功了，大部分人的梦想是落空的。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美国人还是有这个 American Dream 为理想。OK， 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这件事情 ，American Dream 到现在都还有哦。有一些小品的电影，很久以前有一个什么《我的小太阳》，他就在讲一个胖胖的女生，然后她想要变成明星的故事。OK， 所以这个也是 typical American Dream。OK， 所以在电影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个 concept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概念出现。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肯努力，又有一点运气，你就会成功。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美国常拍那种很励志的电影，跟美国梦有关啊 ？OK。好，接下来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injustice，OK， 有关于种族上，我们要看回来了，第3个 paragraph，OK， 还是在151页的下面。OK， 然后有关于种族的歧视，还有不公平，司法上的不公平的状况 ，OK， 所以针对不公平还有歧视是针对哪一些族群啊？你有看到吗？没有，朱老师用脆弱。等一下。我是不是找错了？我们还在152页，sorry， 我们要翻到下一页。
好，下一页第3章，他说的 these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所以在种族上，还有在那个民族上有一些少数的民族 ，OK， 通常是指 blacks 黑人 ，Native American or American Indians，OK， 印第安美国的印第安人 ，Hispanic 是哪一种人？是哪一种族群啊 ？Hispanic 是哪一种族群？是哪一种族群？你猜猜？对，他的母语是讲西班牙的，所以应该就是指老墨。不是对啊，我们不讲老美吗？老墨，就讲老墨 ，OK。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Asian Americans， 就是我们会讲的 ABC 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 这一种 ，OK， 他们都算是 minority， 算是相对的少数。但是也不一定啦，在某一些州，这些人可能是相对的大数。例如说，华人在 California， 在加州，他就算是蛮强势的强势的族群。OK， 有些人移民到加州，他如果住对了区，他这辈子可以不用学英文也活得下去，因为他住的区就是华人区，他如果不用去上学。OK， 有一些华人的妈妈为了小孩念书，带小孩移民到美国去。那他的孩子去念书了嘛？反正有英文的话，就孩子出面。可是他平常生活买菜，他就去华人超市啊，就是华人行啊，有没有？因为华人多的地方，自然会有华人提供应该的服务，报税也有华人帮他报税啊。OK， 所以这样子之下，因为那一区华人是算是大众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学英文。OK。好，所以相对的种族歧视跟司法上的不公平，一定就是针对少数的嘛，所以少数民族就是这一些。OK，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6 paragraph 6， 要153页喽。好，153页呢，他在讲以前啊，大概1865年的时候，是美国有一个宪法的修正案 ，OK， 让这个segregation law， 让这个种族分离的政策变成是不 OK 的，是不合法的 ，OK。但是即使是这样子，还是有很多州偷做这个分离的政策。例如啊，课本上就举到一个例子 ，OK。他说有一个 rigid literacy test，OK， 有很严格的literacy test， 它翻译翻什么？来看一下注释，我不知道它翻译要翻什么。literacy 我们讨论过，对不对？就是识不识字，识字与否，对吧？所以 literacy test 是文化测验 ，OK， 就是他到底识不识字 ，OK， 所以他们用这个考试呢，用 literacy test 来看说，哦，如果说你没有 pass 这个 literacy test， 你没有通过这个文化考试，你就不能投票。可是这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黑人长期被隔离，然后他们受教权被剥夺，当然他们不会通过 literacy test， 所以就是不会念书，因为没有读书机会不平等，自然不会读啊。那你给他考这个试，就是摆明要让他 fail 了嘛。所以他表面上没有 segregate， 没有分离，但实际上用了一些小手段 ，OK， 让他们还是被分离的。我这里有找到一个影片，好，这个影片呢，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12 Years of Slave 自由之心，有听过这个影片吗？这奥斯卡好像有得奖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不好？这个影片是针对真人真事改编的。它里面有讨论到当时的状况，有一些黑人，并不是所有的黑人在那个时候，1860几年的时候都是奴隶 ，No，there are some free blacks， 有就是自由的黑人，可是，一旦他不小心被绑为奴了，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么来看一下好吗？短短的预告而已。I wanted to tell a story about slavery, and I wanted to find an interesting angle into the narrative, and I thought about a free man.A man who has a family who's kidnapped into slavery. And the reason why I took this angle is I wanted that person to be everyone in the audience. And as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idea, my wife found this book called 12 Years a Slave. And there it was. Solomon Northup is my name.
Solomon Northup was a free black man in Saratoga, New York,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he's a musician, and he's in a place where he has a sense of equality. Mr. Northup, I have two gentlemen whose acquaintance you should make. And in 1841, he was lured by two sort of showmen with the prospect of earning some money by playing music for their shows. We could give you $1 for each day's services and $3 for every night played at our performances. Solomon agrees to go and play with these two guys. When they get to Washington, they have a sort of celebratory dinner. Gentlemen. He feels very ill, goes to bed, and he wakes up chained in a dungeon. Well, boy, how you feel now? And that's the beginning of what happens to him. You ain't a free man. You're nothing but a Georgia runaway. Come on, move it. He shipped to South, to New Orleans, and his reality is, I mean, everything is new to him. My name's not Platt. My name. Your name is Platt. His name is changed. His papers taken away from him. All identification lost, and he ends up sold into slavery. You see things through his eyes. You experienc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ruelty and the brutality and the dehumanization of people on that journey. We've all felt that there's never been a film about slavery that really dealt with it in such a unflinching wa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oming from outside of it, someone who's not exposed and is suddenly thrown into this world, we can all identify with. 1,000 for Platt. My fairest price? Mr. Chapin. Yes, sir. You can take these two up to the mill, start them working. When Solomon gets onto the slave plantations, you know, he has really essentially 3 different slave masters, all of whom treat him in different ways.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You have in the character of Ford, someone who is a kind of benevolent figure who wants to be compassionate. My great thanks, Master Ford. My thanks to you. Then you have someone like Edwin Epps, who is just essentially a sadist, a very brutal person. Man does how he pleases with his property. Damn you! And then you have figures like Judge Turner, who is a sort of mysterious figure. What you earn is yours to keep. But what is consistent is this idea that they know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him, just inherently. They're aware of it. And they all feel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they need to destroy. I will have flesh, and I will have all of it. He was clearly very intelligent, and he recognized very quickly that his life could be snatched away from him on any given day. And so I think he felt like the strongest thing he could do was to stay alive, and that if he stayed alive long enough, perhaps he would find his way out. Solomon realizes that, you know, there's a possibility of him seeing his family again, so he holds strong. The events are astonishing and cruel. I survive! I will not fall into despair. I will offer up my talents to Master Ford. I will keep myself hardy till freedom is opportune. For Solomon, a lot of this journey is not just that journey to get home, but really that journey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vileges that we all enjoy as Americans, but also our families. There's this modesty, but a certain kind of formality to him. It's beautiful, it's heartbreaking. The book is a testament to Solomon Northup, but also about the testament to the history of what was going on within slavery at that time. Oh, pick this cotton. Pick this cotton. Oh, pick this cotton. Oh, pick this cotton. My ancestors were slaves. They're from the Caribbean, and it was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within film, it was never given some kind of platform it kind of deserve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 just wanted to make a movie about it. For me, it was nonsensical. It was obvious. It was logical. And cut. Cutting. Okay. This is a story about one of the harshest structures that's ever been crea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it is somebody trying to survive that with their mind intact. And they do, you know. And I feel like that'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to see, to witness, and to be kind of part of. 好，我最后给你看电影的一部分的预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
里面的场景，就是告诉你说当时状况是如何。所以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呢 ，Solomon Northup， 他本来是在纽约州的一个 freeman。那时候你有听过南北战争吗？有哦，南北战争就是为了这个而弄的 ，OK， 所以它就是南北稍微分了一个界，我有点忘记界在哪里了。但是呢，在北方的黑人基本上是自由的，所以纽约算是北方的州 ，OK。那最后他被卖到 New Orleans，New Orleans 就是南方的州 ，OK。所以到南方这个黑奴就是很可怜。那你有没有看到他在采收什么？棉花，当时棉花是那时候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需要很多人去弄。因为棉花不像是玉米可以大批这样收割，它一定是要人去把它弄出来的。所以那边的人，所以南方的人，因为棉业是主要的这个产业，那需要人工 ，of course 他支持我需要黑人啊，我需要这些 cheap labor， 因为白人不愿意干这个事儿。跟台湾现在有一点像，你知道吗？有一些我们不要讲台湾好，我们讲欧洲。敏感吗？台湾我想等一下讨论，因为你们问我的问题很多有关种族歧视，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意识到，其实种族歧视 is everywhere。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啊。好，我们不要讲说辛苦的工作本地人不愿意做，台湾嘛 ，OK， 我们讲欧洲好了。你知道英国要脱欧吗？你知道脱欧以后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吗？英国脱欧。那一些劳力密集的工作，会没有人要做。你如果有朝一日去伦敦，你去餐厅，那些端盘子的都不是英国人，都是外籍人士。你听口音你就知道，你一开口听他们讲话你就知道，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很多都是东欧来的，来英国赚钱。因为他们是欧盟的国家，他们可以这样自由流动，然后也有居住的权利。OK， 那他们对我们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欧盟的。你要往好处想嘛，他们对美国人也一样。你不要以为在英国，因为我以前回英国念书的时候，它就有分嘛，你进台湾入关的时候，它不是有分本地居民，有没有？跟国外居民。对，那在英国入境的时候，它就分 EU， 你是European Union， 你是欧盟的国家走一边，非欧盟的，美国人乖乖的跟我们牌一样，非欧盟的。那时候就觉得很逗趣，有没有？就觉得觉得美国人好像很厉害，然后到哪里到美国护照很厉害，有些人甚至怀孕为了孩子是美国人飞去美国生，可见美国人这件事情好像很厉害，跟在欧洲就一样 ，OK。这个其实也是种族歧视的一种，等一下再讨论 ，OK。好，所以当时美国南方棉业是重要的是重要经济来源，所以它需要人工去采收，因为机器做不到，所以它是支持黑奴的。可是北方不需要，北方是做其他的贸易的生活，它不需要这样子 ，OK， 它不需要便宜的劳工，所以自然他觉得我要废这个奴隶政策 ，OK。好，那我们回来，我讲到哪儿了？好，上一个讲到 segregation，OK， 就是这个分离的制度 ，OK， 那还有奴隶制度也是在这个时候有的。然后再来 racial problem， 继续第7个 paragraph 往下看啊，他说 In the 1960s saw the great civil rights movement，OK， 在1960年的时候有就是这个人权的重要改变，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个时候，他们觉得 Black is beautiful， 可以吗？他们觉得自己是漂亮的 ，OK？ 你不是说漂亮，我翻漂亮其实很肤浅。他们觉得看到自己的价值了，即使说常常都是生活不是很好啊，然后自己知道跟白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 ？Blacks ought to coexist。我好像打错了 ，coexist 是什么字啊？不是，少打一个 s，OK？Coexist with other group, living in mutual respect，OK？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跟其他的族群，不一定要是白人，其他的族群能够共同和平相处 ，living in mutual respect，mutual 就是互相尊重的环境之下 ，OK？ 好，接下来往后看 ，paragraph 10。已经到我后面了，到150页最下面那一段 ，OK。
好。好，那这边他说为什么 black 是 underclass？OK， 好，我们知道有 class system，right？ 就是有这种阶级的制度。那有什么白领啊、蓝领啊，然后有上层啊 ，OK？ 美国其实没有分那么清楚，英国其实分比较清楚啦。那这边他讲说 black 是 underclass， 所以已经 under 就在下面了，它是更下层，它会解释为什么 ，OK？ 好，那1960年以后啊，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黑人的状况有改进 ，OK？ 那有一些人，大概1/3的人 ，as many as a third，OK？ 1/3的人呢，他们 work their way into middle class，OK？ 从本来的就是很低层的阶级，他们很辛苦，到了中产阶级，所以 they move out of ghetto to suburb，OK？ghetto 这个字是有点像贫民窟的意思。ghetto 这个字 ，OK， 你在电影里面其实常常会看到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他们就讲这个字 ghetto，OK， 就 suburb 就是不是啊 ，suburb 不是贫民窟 ，suburb 是郊区，对 ，ghetto 才是贫民窟，或是政治很乱的地方，治安很乱的地方 ，OK， 好，那1/3的他往上到了中产阶级，那剩下2/3嘞？还在低阶 ，OK， 好，那他们有什么问题？帮我看好不好？到155页最后一个，他们有很多问题，在155页那个 property 贫穷的上一段的最后几句，他说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poverty， 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一些 ，OK， 住在很穷 decay，OK， 是那种很败坏的，还有犯罪率、毒品的成瘾程度 ，joblessness 没有工作 ，and hopelessness 甚至没有希望 ，OK， 就是很可怜啦 ，OK， 所以或许你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台湾没有这样这么。因为台湾的人皮肤颜色都差不多，所以没有说看到你就黑的，然后就怎么样，不会这样，很少。或许有些人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OK？ 因为你们问我好多 racial problem， 我今天早上认真的想了一下。好，所以我们不会有想象说用皮肤的颜色来判断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长得差不多黄，对吧 ？OK？ 好 ，social problem。接下来我要讲 poverty，OK？poverty 就是贫穷啦。好，来。看哦，我要看第3段，贫穷的第3段，156页。好，他要讲说什么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OK？ 有关贫富是不均等的。我问你，贫富不均，我们有吗？有啊。有，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发展中的国家或是已开发国家，常常都这样啊。尤其是资本社会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凭本事赚钱嘛。有政府不控制你啊，对，所以很常是这个样子。资本。对啊，所以你可以做，你在我政府的法律之下，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不要犯法就好，或是偷偷的犯法，很多人都讲了，有没有？好，所以这个金钱、这个财富分布不均，就造成有贫穷的现象 ，OK？ 好，接下来 social class inequality 也是在第3段讨论的，有关于就是社会阶层它的不平均，要阶层流动其实是不容易的 ，OK？ 那接下来往下第4段，他要说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OK？ 有关收入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好，这边主要的讲的概念其实你懂，叫做 M 型社会，懂吗？什么是 M 型社会？对，就是呢，大部分的有。中间的人比较少，可是两头的很多，头尾很多 ，OK？ 富的人，他说这边讲什么啊？他说富的人 ，OK？The richest fifth of American families receive over 40% of the national income，OK？ 1/5美国有钱的人哦，占了1/5，其实才20%而已，对不对？可是占了整个国家。他们的收入占了国家的40%，OK， 所以你可以想说，哇，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富者恒富啊，有钱人他一直都很有钱，没有钱的人
在古体比较难翻身。好，所以这边在讲贫穷问题，那贫穷问题就是他的财富分布不均，还有他的收入也分布不均。OK， 你们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讨论。好，下一个我要讲 drug abuse， 有关于药物的滥用。OK， 好，请你看157页喽。好来，他说药物的滥用 drug ab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social problem because it has a wide range of social costs or dysfunctions. OK， 它对于社会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OK， 有关于药物滥用，它下面有很多讲了很多。OK， 好，那主要。第二段是讲这个开一个头，第三段他就讲说药物滥用会造成什么问题。第一个 crime 犯罪率 ，OK， 好，我上个礼拜是不是有讲说美国人对酒跟英国人对酒的差很多，对？我说美国人几岁喝酒，几岁可以喝，21岁可以喝酒。然后呢，在校园里面是，对，我们18就可以喝吗？对啊，我就跟你说，我小时候不知道去拿筷子沾酒了，来尝尝看。啊？要驾照才可以怎么样？在美国吗？在美国你要出示，其实不算那个，因为驾照是他们常常带在身边的 ID。OK， 所以，对，只要你有身份证明的东西就可以。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看你说，哎，你好像年纪很轻哎，你要出示驾照才可以。你要出示身份，你要出示一个 ID， 你才可以买酒。OK， 这件事情其实在英国也是啊，他们有一个 rule 叫做 Challenge 25。OK， 就是说他们的 legal drinking age 其实是18岁你就可以喝酒了。可是呢，如果你去超商，你看起来低于25岁，他们就会跟你要 ID。OK， 对。所以他其实是要提醒你说，你不要觉得你被 offend 到了，其实你已经20、25、26、27，可是你看起来，因为一个人认为你的年纪其实是很主观的。他们对于这个喝不喝酒，英国人啦，其实美国人也是 ，OK， 对于你这个年纪一定要到这个年纪才可以喝酒。那你就想说，哈，美国21岁还能喝酒，已经大3还能喝酒，可是你大1你离开家你就开始 party all the way， 有没有？Party all night long， 有没有？所以，在美国有的时候为了喝酒，他们要买一个 fake ID， 假的 fake ID。做得出来啊？对，可以啊，但是被抓到就有那个啊。是长得是。就是长得像。身份证。对，就长得很像真的身份证，但是是假的。就是改你的出生年月日啊，有卖这个东西。欧洲我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需要啊，因为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已经25啦，我25岁去美国念书，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我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已经28了，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啊。OK， 所以酒是一直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你不觉得在台湾很幸福吗？随时都可以买到酒，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政策就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它对这个酒的政令是很严格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试试看。台湾你不觉得蛮 free 的吗？台湾的确太随性。有没有？你有觉得台湾？有时候不18岁可以。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酒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们酒驾的问题比较严重。对不对？我们酒驾问题比较，可是我们喝酒之后犯罪好像还好。查罪啊，酒驾就罪啦。酒驾是因为你。除酒驾之外的犯罪。对，摒除酒驾以外的犯罪好像还好，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好不好？他就是说，这个 crime 他们的犯罪常常是跟 alcohol， 然后海洛因 heroin，OK 是有关的，所以就是酒跟毒品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众的问题 ，OK？ 里面还有一些字叫做 smuggle 就是偷渡进来 ，smuggle 可以偷渡进来 ，OK？ 那还有的时候是跟一些帮派的势力有关，叫做 mafia， 做什么黑工？做黑工是另外一个 social cover，OK， 跟这个 crime 应该还好。对 ，smuggle 是走私 ，OK。好，所以他说呢，以上酒跟毒，有没有下课了？是不是？你还没上，我还没上，等我把这一个章上完，好吧 ？Drug abuse 有2页，等我把它讲完。好，所以他说酒跟毒品
都是 association have huge association with violent crime，OK， 跟暴力的犯罪是相关的。因为他们觉得酒跟毒都迷惑你的心智啊，当你心智被迷惑的时候，你就会做坏事。所以这是他们的社会问题，有关于就是药物滥用。接下来 mobile accident 往下是 paragraph 4， 是吗？1、2、3、4对，第4段 ，OK。automobile accident 这边在讲的是什么？酒驾。这边讲的是酒驾 ，OK，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酒驾我就不多说了。那我这边讲 alcohol again， 所以又跟酒相关的，他们就很讨厌，可以觉得酒都是不好的。好，接下来，对，affecting individual paragraph 5 ，OK， 除了你使用毒品跟酒精滥用的人以外，你自己有影响吗？你使用毒品，你就毒品使用者；喝酒喝太多，你就酒精会中毒。你对于其他人的影响也很多，可以吗？所以如果你药物用多了，你会有什么 drug dependency， 你会有依赖性。所以常常有些明星有没有被抓到吸毒，就要去 rehab center， 知道 rehab 吗？rehabilitation 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叫 rehab， 我可以拼给你听。rehab。迁移吗？rehab。就是乐戒所那样子 ，rehab，OK， 然后所以酒跟毒品，酒就去 AA 啦，毒品就是丢去 rehab center， 丢去那个戒毒乐戒所这样子 ，OK。好，接下来他说药物滥用，除了对于他人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这个 economy losses，OK， 有关于经济上也会有损失 ，OK。好，因为就是长期的药物使用滥用者，就是他们可能会 unemployable。如果说你常常精神萎靡，然后都要靠这个吸毒来提振精神，那你吸毒以后心智不健全，你如何正常工作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cycle。你吸毒，你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你就会没有钱。你没有钱，可是你又想要买毒品，你会做什么？你就会做坏事。对不对？就会做坏事，所以他们觉得这一些都是相关联的。OK， 好，接下来讲 crime， 但是我们先实习一下 ，Let's take 10。好，继续喽，来。好，有关于犯罪这个事情，好不好？他说呢，就是是一个很严重，就是犯罪率啊，其实在台湾也是啊，有没有？但是犯罪率其实框很大哎。你想到犯罪，你会想到什么？犯罪想小丑吧。为什么？你不会有那小丑。做坏事，所以你想到犯罪就想要做坏事，对不对？就是杀人啊，放火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些做坏事是不见血的？不见血，偷东西啊？不是。这些你们想到的都是很传统的犯罪的例子。说作弊吗？有些犯罪，作弊算其中，可是你要再想大一点层次的。有一些人，骇客还有政治犯，还有金融业常常会有什么？洗钱、背信，这些都是没有背信。我也不知道背信是什么。洗钱嘛，或是贿选啊，这些都是犯罪，这些都是罪，对不对？好，所以他这一段要讲的是什么？水门事件最近吗？我不知道哎。好，所以他这边要说就是犯罪率这件事情，你们想要犯罪，想到的就是那些杀人放火，对不对？但是其实犯罪你应该定义的更大，等一下后面会说，好不好？好，所以有关于年轻人会犯的罪，请你看 paragraph 4第4段到隔壁的159页。好 ，paragraph 4，我要讲水门事件，对不起，我忘了。来，水门事件，我不想多说了，因为等一下会讲 Watergate， 好不好？水门事件去 Google 啦，台湾也常常有啊。水门事件基本上就是一个窃听案，起头是个窃听案，你去 Google， 水门事件好像也有电影 ，OK。而且水门是真的有这个地方，是以前国会议员那个像是休息室那样子，像立法院休息室那样子。然后他就偷听，可是这个风暴越卷越大，所有现在的政治案都会像
风暴一样，越卷越大，然后牵进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OK， 好，所以刚刚不说了，等下自己 Google 哈。好，来看第4段 ，Young people。好，他要说啊，有关年轻人犯的罪有是哪一些？你有看到吗？他说年轻人犯的罪有 rape 是什么？对 ，murder 谋杀 ，robbery 抢劫 ，arson 是什么？放火。burglary 是什么？有啊，右边有行窃 ，burglary 就是把窗户打破，进去里面偷东西。OK， 还有什么 aggravated assault？OK， 加重诽谤 ，auto theft 偷汽车的，还有 larceny 是窃盗罪。OK， 所以大部分的人犯的是这一些，年轻人犯的是这一些。那他其实跟台湾有相同的问题，你把年轻人。有没有？他小时候是小号的小偷，很嫩的小偷，然后你把他抓起来嘛，丢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关的是什么？都是大号的小偷，所以他在里面要学会更高深的技巧呢，然后再出来。可是他出来是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 ，OK，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问题。有人不是 less experience, less skillful， 哎，本来是没有很厉害，进去里面变更厉害了 ，OK。好，接下来我要看racial prejudice in high rates of arrest。好，你要看 paragraph 5。好 ，paragraph 5我们要看的是看到下一页160页。好，他是要讲什么？他说为什么比较多的黑人会被捕？所以你会有说黑人就喜欢犯罪的那种刻板印象。好，他这边解释为什么？为什么黑人比较多被捕的 ？OK， 因为他们常常是 poor or unemployed， 没有工作，又穷，所以逆境有的时候逼人反啊。OK， 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一些你不太平常。当你饿的时候，你没办法了，你真的没有钱买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去偷，你就会被抓到。人衰的时候就是这样 ，OK。还有 racial prejudice， 有关于就是比较为什么他们比较容易抓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美剧哦，美剧常常都是黑人比较容易被逮到，应该说，还是美剧里面？美剧里面这样说哈，是怎么讲？就是我看过有一集美剧，它是律政剧 ，OK， 它就是那个律政有关法律跟政治的剧 ，OK， 它就是说，美国不是有时候做犯人不是要指认嘛，就会有一排5个，他如果说好，我觉得是一个黑人，我记得是个黑人抢我的钱，他就找5个黑人站在那边，那白人很容易指认错黑人，对。很容易指认错黑人，那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有关 face recognition， 有关于辨认这个脸部的问题。就像是白人看我们亚洲人都长一样，有没有？可是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日本人，谁是韩国人，有没有很厉害 ？OK，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对于他们黑人有时候长得很像，这是一个，其实这也是歧视啊。其实这是你知道吗？你把不同的人看成一样的是歧视。那课本上还有讲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 racial prejudice 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根据统计，同样一个犯罪的事情，因为美国它其实是陪审团制嘛 ，OK， 然后那个法官会根据陪审团的意见，然后去判这个刑的重或轻 ，OK， 那他的统计就是同样一个罪，黑人通常被判的比较重，白人被判的比较轻 ，OK， 好。所以种族的问题又在这边被呈现了 ，right？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8段跟第9段，已经是倒数2段了 ，OK？ 他要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黑人犯的罪比较多，是因为犯罪的分类的问题 ，OK？ 好 ，FBI 有一个 crime index 就是一个指标，一个分类一个指标啦 ，OK？ 好，这个 FBI 它这个犯罪的指标并没有包含一些白人常常犯的罪。例如什么 ？It does not contain the types of crime typically committed by higher income group。例如说 fraud 是什么？诈欺 ，false advertising， 诈欺 ，false advertising 是广告不实嘛，对不对
还有什么 cooperate price in fixing， 还有什么 bribery 贿赂跟什么 embezzlement， 对，所以这些还有 tax evasion 就是福报税这些的 ，OK， 所以这些都是常常有钱人会犯的罪，懂吗 ？OK， 但是它不是常常，它并没有被 FBI 归类在这个 crime index 里面，所以才会有个错觉说，白人犯罪率比较低，但其实他们犯的，因为他们相对收入偏高，他们犯的罪都是高收入人做的罪。为什么会有犯罪率黑人比较高、白人比较低的错觉？跟犯罪的分类有关。OK， 所以你也会有，我相信在你心中，你也会有穷的人就是比较常常被抓到的那种感觉，比较常犯罪的感觉，因为在你心中的定义，犯罪就是我刚刚问你，你觉得犯罪是什么？你觉得罪是什么？你就会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不对？可是你都没有想到说，洗钱也是，背信也是，诈欺也是，贿选也是，对不对？你没有想到，你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这个 ，OK？ 好，这是 crime。接下来 abuse of power by government corporation， 这个我不想讲了这台湾也有啊。这有点 universal， 有没有？当你有权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滥用它 ，abuse of power， 对不对？好，水门事件自己去查，我想讲的 ，OK？ 或者你看课本啊，好不好？好，那美国呢有2个系统，一个是 CIA 叫中情局，一个是 FBI 叫什么？联邦调查局，对不对？他们应该说课本说啊，人民对他们不信任，因为觉得他们常常会冒犯人权，去做一些偷偷摸摸的坏事。好，我们不讲美国，是台湾也有啊。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警察办事的嘛？警察明明要拷问犯人，他不应该打人，但他说我揍他，屈打成招，有没有？台湾也有一个单位调查局啊，你有觉得他常常在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台湾好像没有中情局，可是有国安局啊。国安局有的时候会因为说我要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所以我必须要窃听你。那你会觉得你为什么可以窃听我？但他顶了一个大的雨伞说，我在保护国家安全。所以有些人会对这个很反感，就是说我的隐私权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可以冒犯他？任何理由你都不可以冒犯他。可是 FBI 跟 CIA 可能常常就在做这些事情。你看很多美剧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是 FBI 可以这样？最有名的一个电影是什么？《全民公敌》，威尔史密斯演的，有看过吧？我不想再跟你们讲。有啊，《全民公敌》他就是在讲啊，说政府他常常在监听，对不对？他就是发现一个议员杀了另外一个议员，然后不小心被看到，被录下来了。他就要把这件事情抹干净嘛？怎么样抹干净？他就是透过监视系统来看说这个派对谁知道，然后把那个人宰了。这整件事情其实是错的啦，对不对？不应该杀人啊，2拍到然后你还灭人家口很坏。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是 CIA 或者是 FBI， 他们才有这个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人民所讨厌的。他们觉得说，对啊，你是警察的，你怎么可以 abuse your power？ 你怎么可以滥用你的权利？所以其实是 universal， 我觉得到处都是。OK， 好，那这2个 abuse power by government or corporation， 其实结论就是这个 ，they care their self-interest more， 只在意自身的权利比较多，这也是 universal 啊，我觉得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你有权的，你自然就会，你懂的，对不对？那种台湾政治不会说吗？换一个位置换个脑袋。对啊，所以很常见，这个事情很常见。我 political system 还没有上，可是我觉得它好重要，我还是会到后面几个礼拜我会上，好不好？那你看哦，从第13周开始我教 presentation， 接下来我就是看影片了。第18周教纸本的报告，所以 reading 我再提醒一次，这是第几周？6、11周你要报告，所以7、8、9、10，我再上4次课而已哦。你还没有 po 问题的要赶快，好。那我要提醒你，下个礼拜是 Week 7吧，对吧？好，我们要看那个 UK Society。UK Society 不是，是 UK， 这是 US， 你这本书是 US。UK 是在哪里读？
对 ，Island 里面我有 scan 一份 ，OK， 它的那个 title 叫做 Society。对，我们看一下英国的社会状况。我之所以要叫你看，是因为我其中给你看的影集有2篇是有关于，有2部是有关于这个的。 对吗？我给你看的影片其实都跟 social problem 有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叫你看 social problem。那 politics 比较硬，我们之后再看没有关系，好吗？